分居2年的女人突然发现，一个长发男子正在河里游泳，这瞬间勾起她尘封已久的心。那健硕的身材在阳光下是如此耀眼，那一刻女人眼中的热情如火焰般燃烧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处一声叫喊彻底打断了她。于是为了不被发现，她赶快驾车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谁知在路上车轮竟陷入了沟壑中。就在她不知所措之时，一个英俊男子缓缓出现在了她身后。女人猛然抬头向前张望，原来眼前的男人正是刚才游泳的那个人。他的出现如同云层中的曙光，让女人心头萦绕着无数的美好幻想。这就是被誉为浪漫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之一《红字》。一个身份优雅的贵妇，在丈夫离家2年的时间里，爱上了一个身穿黑袍的牧师。然而这段无法言说的爱情，却成了2人悲剧命运的开始。他叫赫斯特，生于富贵之门，自幼沐浴于书香之中，不仅天生丽质，更兼文人雅士之风范。然而在那个时代，女子的命运往往不由己定。赫斯特在父命难违之下，被迫嫁给了与父亲年龄相近的医生罗杰。虽然衣食无忧，但心中的苦楚却难以言表。与无情感之夫共度日月，犹如囚禁于无形之笼。然而命运之门终会为有情人敞开。不久，罗杰带着救治伤员的使命，踏上了前线的征程。这或许是他重获自由的一个契机。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为了安抚家属们的不安，上级决定让赫斯特一起前往。于是他来到了这个位于海边宁静的小镇。初到此地，由于她是医生的妻子，受到了教士们的热情接待。然而这里的教士们恪守古板观念，对已婚女性保持着严格的距离，甚至连一次简单的握手也被视为禁忌。好在赫斯特并不在意，随后他跟随着马车来到了临时的住所。夜幕降临，小镇居民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晚宴。在宴会上，赫斯特从众人的交谈中得知，这个岛屿时常受到印第安人的侵扰，为了保护家人和财产，居民们选择居住在一起，相互照应。接着大家提议让赫斯特也加入其中，然而性格直率的赫斯特当场婉拒了他们的好意。他决定另寻住处以保持自己的独立与自由。他的话让场面一度陷入僵局，好在当地的教主及时出面化解了尴尬的气氛。第二天，在教主儿子布鲁斯的带领下，赫斯特来到海边选购了一处住所。这里虽然简陋，但环境却很安逸，远离喧嚣的人群，让女人感到非常满意。她兴奋地跑出门外，向布鲁斯表达感激之情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布鲁斯突然抓住了她的手。一时无措的女人赶快避而远之，但没想到对方更加放肆。Good. It will remind you not to do that again. 虽然男人被扇了一耳光，暂时保持了理智，但却在他的心里依然埋下了一颗恶毒的种子。第二天，女人为了增加家中的设施，特地来到小镇上购买东西，但她雍容华贵的服装和纯洁励志的面容，立刻引起乡下女人的妒忌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家庭主妇就需要恪守本分，不是相夫教子，就是在农田里干活，很少会像赫斯特一样既会打扮又会驾驶马车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赫斯特不仅外表长得美丽，而且还有一颗善良的心。他不在乎别人对自己异样的眼光，愤然从人贩子手里花高价解救了一名黑人女奴隶。就在他为家里的院子辛勤劳作时，从远方竟飞来一只红色的小鸟，仿佛有预兆般落在了栏杆上。当女人发现时，不由自主地向小鸟靠近，可突然小鸟被吓得飞走了。赫斯特不顾佣人的呼喊，毅然决然地追了上去。随后他来到了一处隐秘的森林，这里到处充满着生机，而且还有一股神秘的气息。就在女人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之时，一记响亮的落水声立刻引起了她的注意。于是她隐藏在角落里张望，只见一个长发男子正在河里游泳，强壮的体魄瞬间让他神不守舍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句从远方传来的呼喊彻底扰乱了女人春心荡漾的心。于是她立即跑回家中。原来今天是每周一次的安息日，牧师特地过来通知她参加。可是赫斯特初次来到这个小镇，对路况不太熟悉。当他驾着马车前往时，车轮不幸陷入了泥土中，无法挣脱。他尝试着进退，但都无济于事。正当他束手无策之际，一个年轻俊美的男子阿瑟恰好路过。赫斯特一眼就认出了他，正是他之前曾偷偷窥探过的那个人。而阿瑟并不知道赫斯特之前的关注，他主动上前提供帮助，但无论两人如何努力，也无法解决车轮深陷问题。然而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的目光交汇，似乎彼此都被对方所吸引。随后阿瑟提出了一个建议，让赫斯特直接骑马前往。为了避免错过教堂的会议，看来也只好如此了。然而正当女人刚坐下时，眼前的景象却让她大吃一惊。原来刚才帮助自己的那个年轻男子阿瑟，竟然是教堂里德高望重的牧师。而阿瑟也深感意外，他没想到自己帮助的这个女子已经是有妇之夫。此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一方面他身为牧师要恪守宗教教规，不得有越轨之举，另一方面他对赫斯特产生了强烈的情感，内心充满了冲突和挣扎。在这种情绪下，阿瑟格外激情地完成了这次布道，他的言辞充满了力量和感染力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赫斯特与阿瑟频繁见面，
他们彼此都深深地被对方吸引。阿瑟虽然对教规怀有极高的虔诚，但他的言行举止中却透露着幽默与机智，而赫斯特则以其出众的颜值和学识，让牧师深陷其中。然而教会的规定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束缚着两人的感情。凡是出格的男女都将被判处绞刑，而作为牧师的阿瑟，如果犯下这样的罪行，将会罪加一等。因此，尽管两人心中都充满了对彼此的渴望，但他们都在努力地压抑着自己的情绪。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独守空房的女人就无法入睡。她仔细看着镜子前的自己，妙曼的身姿是如此自信，同时脑海里又浮现出那个男人游泳的瞬间。此刻眼里充满了无法熄灭的怒火，仿佛要把它燃烧殆尽。而另一边的牧师同样寝食难安，经常在抄经文的时候发呆。就这样，两人承受着无法在一起的痛苦，悸动心情是如此煎熬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突然有一天，印第安人袭击了一艘英国客轮，对船上的数百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。而赫斯特的丈夫也在这艘船上。随后，他的遗物被教会工作人员捡到，上面清楚写着罗杰医生的名字。所有人都认为他已经必死无疑，陷入了沉痛的默哀中。夜晚，牧师来到赫斯特位于海边的小屋，准备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他。可当把遗物交给对方时，赫斯特并未如他所想那般沉溺于哀痛之中，反而在阿瑟即将离去之际，女人竟直接拉住了他的手，然后来到了更为黑暗的后屋。对赫斯特而言，丈夫的离世竟成了一种解脱，她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。可此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It must be what the law is. The period of mourning, how long must one wait? 1 month, 6 months, what? In cases where there's no absolute proof of death, 7 years must pass before we are free to be seen in public. 7 years. 两人已无法再等待7年，他们倾诉着彼此的思念，尽情享受着爱情带来的甜美与温馨。然而命运却总是在最不经意的时刻捉弄人。赫斯特的丈夫罗杰竟然还活着，他被印第安人找到了随身携带的医药箱，认定是医生而遭到囚禁。在囚禁期间，罗杰遭受了残酷的折磨，简直痛不欲生。与此同时，赫斯特在几个月后竟然怀孕了，她的行为开始变得异常，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。许多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她，甚至有人目睹了她多次呕吐的情景。因此，赫斯特被人举报。一张突如其来的传票把这个可怜的女人推向了黑暗的深渊。审判日终于来临，教主与执法官们如狼似虎，步步紧逼，非要赫斯特招出孩子的生父。他们甚至恶意揣测，怀疑她怀上了印第安人的孩子。而赫斯特心知肚明，一旦真相大白，他与阿瑟都将难逃绞刑的厄运。为了守护心爱之人，他选择了沉默。面对严刑拷问，他咬紧牙关，没有吐露半个字。于是执法者们经过一番商议，最终决定将身怀6甲的赫斯特押送了黑暗的牢狱之中，直到他揭发通奸者到底是谁。而孤独的阿瑟心如刀绞，他化身为虔诚的教徒，以祈祷之名前往探视赫斯特。他声泪俱下地表示自己愿意挺身而出，说出一切真相。然而赫斯特却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。他坚信这段恋情合情合理，值得他们奋力捍卫，勇敢抗争。但阿瑟却在道德的天平上却显得犹豫不决，他内心充满了自责和内疚，但又受到教规的束缚，无法下定决心。赫斯特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，他不愿阿瑟为此受苦，于是提出了一个计划。如果真的到了绝境，他会用手绢作为信号，暗示阿瑟前来营救。然而这个计划却如同一场漫长的等待。转眼过去了6个月，在邻居的无私援助下，赫斯特在监狱中忍受着巨大的痛苦，坚强地生下了一个女婴。然而阿瑟依旧在道德和信仰的泥潭中挣扎，他无法承受背叛信仰和违反教规的后果，更害怕社会的谴责和辱骂，因此他始终没有勇气公开与赫斯特的关系。就这样又过去半年的时间，通奸者的身份依旧是个谜。教会因为无法查出真凶而感到颜面扫地，他们将所有的愤怒和羞辱都倾泻在了赫斯特身上。在审判大会上，教会将赫斯特绑上了刑台，强迫他终身佩戴红字，作为对他不贞洁的惩罚和羞辱，而因此也暂时免于了刑劳之灾。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赫斯特的丈夫罗杰突然来到审判场地，他从远处静静地观望，对妻子所遭受的可耻形象却嗤之以鼻。罗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沉静文雅，但内心却邪恶无比。夜晚，男人就在印第安人的护送下回到了家，而听到外面动静的赫斯特赶快拿起了猎枪，生怕印第安人突然袭击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她已经失踪3年的丈夫居然活着回来。进屋后，两人都沉默寡言，最后还是罗杰打开了僵局。他逼问妻子孩子的父亲是谁。然而不管罗杰如何质问，赫斯特始终紧闭着嘴唇。于是丈夫心中的怒火越烧越旺。 Pray for thy sins, Hester Prynne. Beg the Lord to forgive thy corruption. Pray, and I wash thee white as snow. Wash the me, what may? White as snow, my love. Yes. 无声的沉默让丈夫忍无可忍，他开始殴打妻子，发誓要找出背后的那个人，以发泄心中的怒火。
接下来，罗杰犹如恶魔一般，接连做出令人胆寒的恶行。他狡猾地伪装成医生，潜入教会之中，企图摸清每个人的底细。更为残忍的是，他竟教唆清教徒使用酷刑，迫使赫斯特家中的黑人女仆说出他主人背后的那个男人。尽管女仆并没把阿瑟给供出来，但在对方使用无耻的手段下，迫不得已揭露了接生婆的真实身份。于是长官开始派兵前往捉拿，而那个接生婆正是赫斯特的邻居。随后，无辜的女人就这样在赫斯特的眼皮下被捉走了，并且在接下来的庭审会上，罗杰更是无耻地诬陷接生婆为女巫，企图将她推向风口浪尖。然而更令人震惊的是，丧心病狂的罗杰竟把毒手伸向了几个月大的女婴，说女婴皮肤上有一块痣，属于邪恶的化身，同样应受到绞刑的惩罚。如此恶意报复的心态，没想到竟受到全体场下人的追捧。尽管赫斯特身带红字，备受世人鄙视，但他毫不畏惧众人的异样眼光，即使受尽屈辱和折磨，也坚守着信念，未透露一字。然而可悲的是，教会在罗杰的宣传引导下，竟然以女巫的身份判处接生婆绞刑。这一决定无疑是对正义的亵渎，对善良的践踏。而亲眼目睹这一宣判结果的阿瑟，试图请求教主得以宽恕，但无论他怎样解释，都仿佛在这件事上火上浇油。然而在某天，赫斯特带着女儿和阿瑟在森林里相见，他坚决地表示要与接生婆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，决定与教会抗争到底。面对赫斯特的态度，阿瑟一时间语无伦次。自赫斯特受审以来，他的内心就充满了恐慌和不安。尽管牧师本性正直善良，但他在面对困境时却显得懦弱无能，只能在背后默默流泪自责。可就是他们相见的一幕，恰巧被躲在树后的罗杰目睹，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，终于找到了妻子出轨的对象。夜深人静时，罗杰换上了印第安人的装扮，准备对阿瑟展开报复。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，是要让这个外表正人君子的人付出代价。可事情总是充满了戏剧性。在当天夜晚，赫斯特来到阿瑟家，原本是想和他商讨女儿的抚养问题，然而他并未预料到，之前对他身体迷恋不已的教主儿子，竟然一路尾随他进入了屋内。而此时的阿瑟恰巧没在家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，男人毫不犹豫地直奔主题，企图对赫斯特施加暴行。与此同时，阿瑟正计划连夜带着赫斯特私奔，却意外地发现他不在家中。画面一转，教主儿子正要对女人实施龌龊的行为。然而在这关键时刻，赫斯特毅然用蜡烛台戳中了男人的眼睛，紧接着又拿起猎枪，逼迫对方赶快离开。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，男人骑马返回的途中，守候多时的罗杰误以为他是阿瑟，突然冲了出来，但由于天黑视线不好，教主的儿子直接被罗杰割喉，并割掉了象征胜利的头皮。来到第二天，男人的尸体赫然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。从现场遗留的口哨和独特的手法来看，英国人一口咬定是印第安人所为，加之他们早已对赫斯特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心存疑虑，这两件事情如同火上浇油，使英国人觉得颜面尽失，决心对印第安人展开一场残酷的报复。临近中午，白人们拿起刀枪，眼中闪烁着冷酷的光芒，把小镇上所有印第安人全部强制关起来。牧师见此情景，火速派一名忠实的信徒去森林深处寻求救兵。而自以为报仇血恨的罗杰，当从窗台看到自己误杀了教主的儿子后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和沮丧之中。与此同时，赫斯特和接生婆等人被认为是间接凶手，也被士兵押上了刑台。教会的审判者们决定对他们施以绞刑。面对死亡的威胁，拒绝用供认来换取一线生机，这边预知凶手的阿瑟急忙来到罗杰的住处，没想到他已选择了上吊自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此时阿瑟内心的负罪感和良心的谴责如同潮水般汹涌而至，最终他战胜了内心的懦弱和恐惧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声承认了自己与赫斯特的关系。 I love this woman. I am the father of her child, and in God's eyes, I am her husband. Now, if you must, hang someone to appease your anger and your fear, then hang me. 随着现场一片呼喊声，绝望的阿瑟马上就被施以刑罚。可在这关键时刻，森林原住的印第安人突然杀出。他们的到来不仅是为了拯救那些被误认为凶手并囚禁起来的同族，更是对长期以来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激烈反抗。印第安人的愤怒如同火山爆发，瞬间点燃了整个小镇，枪林弹雨交织成一幅血腥而混乱的画面。而阿瑟凭借着机智和勇气，解开了束缚在众人身上的绳索，并带着赫斯特和他们的女儿逃离了险境，侥幸活了下来。事后，女人摘下了那个象征着耻辱的红字，他们远离了过去的阴影和纷争，带着女儿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。
至此，影片结束。或许有人认为影片与原著相差太大，我认为这只是源于小说作者和电影导演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，对于故事的理解也就大相径庭。这便是人类的进步，人性的解放。而电影导演所处的时代背景，将爱情放在了人性的第一位，使得赫斯特赋予了一种坚定、不可动摇、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信念。虽然被统治者认定为有罪，但他清白、纯洁、善良，佩戴着醒目红字的他，宛如清教徒里的一朵奇葩，异常绽放，用爱情引领着一股来势汹汹、势不可挡的光明，使他对爱情的坚定信念不断上升。这便是小说中赫斯特的迷茫，因为爱而爱的是神，因为被爱而爱的是人。人类的痛苦便是不能很好的将自己的灵魂安放在所扮演的角色中。善良的人总是在人与神之间徘徊。好了，感谢你的倾听和交流，我是阿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